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你是否年纪还没有到50，但是却常常觉得说，哎，自己不再年轻了？早上起来觉得全身疲倦，晚上却睡不好，记忆力下降，月经混乱，消化系统变差，这些看似是小毛病，其实呢，可能是早衰的讯号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初老与未老先衰，还有中医如何去看待这些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身体征兆。很多人啊，到了40岁、50岁，开始觉得说，哎，自己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。比方说，容易累。那有些女生呢，觉得说，哎，月经量越来越少了，然后越来越晚来了，脸色也变得跟以前比起来蜡黄、黑眼圈，很憔悴。那有些人呢，是觉得说，哇，我以前可以去吃到饱，自助餐吃好几轮，现在呢，哎，随便吃点东西就觉得，哦，肚子好胀哦。还有呢，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一目十行，全部背起来，现在呢，出门忘记带钥匙，搭个车呢，把包包忘在车上。那这些呢，其实都是一些初老的征兆，而且这些呢，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，因为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的警讯。前几天啦，有一个65岁的患者来看诊，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，手指很痛。那身体的肌肉也是萎缩的非常厉害。他说：“我以前从来不生病，怎么突然间生病呢？这么严重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是不会生病，而是你都不看医生，不调养，不养生，那身体累积了这么多发炎、疲劳，你都不理它，硬撑着，撑到身体撑不住了，突然间呢，免疫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呢乱掉了，所以说，你觉得失眠啊、关节痛啊、常常感冒啊，这些全部一起来，好像一瞬间身体都不对了。但是呢，其实你如果一早发现身体不对劲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比较睡不着啊，记忆力比较下降，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来调，你就不会拿到这张重大伤病卡啦。这就是所谓的亚健康。可是其实啊，在几千年的中医经验里面，早就有相关的记载了，叫做未病，就是还没有发出来的病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说啊，圣人呢不治已病，治未病。最高明的医生呢，就是你自己啊，因为你最清楚你自己的身体，记忆力变得比较不好了，最近好像睡得没那么熟了，早上起来呢开始有点挣扎，离不开被窝了。在这些疾病还没有形成之前，你就可以先调养好，防范于未然，疾病呢自然就不会出现。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始未老先衰的啊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你的身体开始出现偏颇。医理集要里面有说啊，有的人呢风一来就容易生病，那他就是表气虚。那有的人呢，寒气一来就容易感冒，那这就是阳虚。这种呢，就是我们说的体质偏颇。我们的身体就好像生生不息的植物，而体质呢，就是土壤。有一些人呢，他是很肥沃的沃土；有一些人他是很贫瘠的沙土。那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之下，当我们呢把体质培养成肥沃的土壤，那身体就会长得枝繁叶茂嘛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体质是一个贫瘠的沙土，那就会长得瘦弱矮小。至于哪一种体质最容易变成亚健康的状态呢？其实有一个研究，他去收集了55000人的体质资料。那这些人呢，会觉得说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病，可是就是也不是很舒服。我们去分析之后发现啊，这些亚健康的族群呢，第一名就是气郁体质。第二名呢就是气虚体质，第三名是阳虚体质。第一名的气郁体质啊，容易情绪郁闷，遇到一点事情就唉声叹气，工作上呢遇到主管的压力啊，同事有误会就往心里面去，不容易把情绪疏解出来。那这一些人呢，发生亚健康症候群的几率是正常人的5倍哦。第二名呢，气虚体质，那这种人呢，说话有气无力，动不动呢就出汗，而且出不停。本身呢是属于能量不足型的，当然就老得快啊。这种气虚体质的人呢，初老的几率啊是一般人的3.99倍，等于是4倍。
第3名呢，阳虚体质，这种人容易手脚冰冷，遇到风啊、冬天寒流来啊，就很容易生病。这种体质呢，是平和体质的2.3倍。如果呢，你了解自己属于什么状态，好好调整，就可以很快的从初老状态回来。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满50岁，其实初老呢是可以逆转的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气郁、气虚、阳虚的体质啊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一下气郁。中医说呢，脾主思，肺主悲，肝主怒，各种情绪呢，其实都会跟我们的五脏对应。那如果情绪能量一直没有办法疏泄，是非常消耗脏腑的精气的。像一些容易生闷气的人啊，他其实容易肝气虚哦。他生气久了，以后只要一生气，就很容易很累或是头痛。那久了呢，只要职场上一有压力啊，情绪一个紧绷，就会觉得很累，因为肝气虚。要不然呢，就是遇到什么困难状态啊，一直在想那些过不去的坎啊，人家讲你什么你就过不去，长期下来呢，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脾气，久了就是脾气虚，脾气虚呢就会变成消化不良，消化系统不好，或者是呢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从悲伤状态走出来，比方说什么宠物过世啊，或者是亲朋好友离世啊，这种悲伤的情绪呢没有办法疏解。也没有适当的管道呢，可以去抒发，那久呢就容易肺气虚，很容易感冒。像我有个病人啊，她是胰脏癌的阿姨啊，她一来就末期了。那她女儿呢，其实在生病的过程中一直陪伴她。那这样子过了3年呢，阿姨离开了。那过了半年呢，女儿来看我，她说：“庄医师，我得来找你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他说，他就一直感冒，都好不了，感冒好没好，又来一个，这半年了就一直感冒，一直感冒。那一整脉呢，肺气虚，右寸整个脉气是陷下去了。我就问他说，你是不是回家都在掉眼泪啊？他一听马上又哭出来了。那这就是他的情绪能量呢宣发不掉，所以就导致了肺气虚，就一直感冒。那怎么宣发呢？其实就是让自己疏解开来啊，可能是找个人谈谈心，或者是呢有个正念冥想的方法，或者是好好的运动，运动可以很好的疏解情绪，让自己的交感、副交感神经呢可以恢复和谐，或者是呢来找中医师去调一下自己的肝气、肺气，那这些呢都是一定要做的哦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气虚、阳虚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人体能量的大本营——脾跟肾。你可以想象呢，我们的身体要靠电池去产生电力。那这种我们身体运行的动力啊，其实每个人都有2颗电池。像肾中之精气，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气，是爸爸妈妈给我们最原始的能量，就好像是原厂电池一样，它就是手机的电池。如果呢，你用到快没电，你才要充电，那久了呢，其实充到80%，这电池就充不下去了，电池的寿命缩短了。所以如果你每天都过劳，那碰到床呢，啪就睡着，那这种呢，其实就是在消耗肾气。那另外一种大本营呢，就是脾气。中医说啊，脾气是后天之本。我们出生后的生命能量呢，要靠吃东西、消化吸收营养，转化成我们身体可以用的气血。这就好像呢，我们除了原厂电池之外，又再带一颗行动电源。但是现代人呢，饮食不规律啊，暴饮暴食啊，爱吃冰的啊，寒凉食物啊，这些都是容易直接伤害到脾胃的功能。而且现代人啊，资讯爆炸，很多人都思虑过度，不停在想东西、思考，或者甚至是烦恼。中医就说啊，脾主思，所以用脑过度呢，也是会伤害到我们脾胃的气血，导致脾气虚。如果呢要抗老、防早衰，我们就要顾好这2颗电池，才会活力充沛。首先呢，肠胃一定要养好，就像有些人呢，他常常觉得说，我吃一点东西就容易胀，容易拉肚子。
但其实也没关系嘛，刚好减肥啊。那久了就会觉得说啊，真的是变瘦了，可是怎么脸色变得很蜡黄，而且胶原蛋白的流失，那就很像了很多女生啊，十几20岁的时候，就是会让自己拉肚子啊，不吃东西呀，三餐不正常啊，然后这样就可以瘦下来。可是她到30几岁、40几岁的时候，再用这种方式减肥，好像会瘦，可是脸色呢变得很难看，而且胶原蛋白都流失了，而且人变得很没有活力。这个就是脾肾两虚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疏肝的药物，比方说我常常用党参啊、茯苓啊、白术啊、黄芪啊，来帮助这些人呢恢复身体的健康。他肠胃养好了，然后再去运动，他反而又瘦下来了。再来肾气，就是其实人真的是一直在衰老嘛。那衰老没关系啊，我们的 DNA 开始在衰退，比较没有办法制造这些能量工厂呢效能低下。可是呢，我们有黄金、肉苁蓉、何首乌这些补肾气的药物，可以让我们身体能量工厂呢同时恢复它的效率，而且呢也可以同时补充我们脾肾的一些物质的材料。中年初老啊，不再是宿命，而是一个提醒。当你是觉得自己不再年轻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的身体在求救，不要再熬，不要再撑，认识自己的体质，你就可以回到健康跟活力的轨道。胃病啊要先调，这就是我们抵御早衰的关键武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大家喜欢和我们下次再见。